Cloud Cowork， 各位白领们一定要想办法用上它。今年最强的职场外挂可能就是它了。Cloud 订阅的方法我上视频已经说了，我的号前后订阅了2年多了，一直很稳。这个视频咱们就吃透 Cloud Cowork。视频很长，涉及到项目管理、任务管理、模型选择、多级 instruction 撰写、memory 管理、skill 配置、connect 配置等等。刚上手确实有很多卡点和疑惑的地方，我会结合10来个案例把它们融会贯通，帮你快速上手，让它在你的电脑上疯狂的干活。Cloud 桌面端 Chat、Cowork、Code 3合1了。Code 是给疯狂被裁的程序员用的 ，Chat 是和 Cloud.ai 网页版完全同步的。Cowork 是给所有和电脑打交道的白领用的。有了 Cowork， 很多以前需要编程才能实现的高效工作流，你现在可以轻松拥有。那去哪下载？点击网页端左下角头像边上的下载按钮，下载桌面端应用。介绍的很清晰，3合1，而且能和你电脑里的文件、软件以及浏览器网页协同工作，所以取名 Cowork。最左边的 Chat 就是你网页版的聊天，完全同步的。这里也有 Projects， 它主要是把相关的对话组织到一起。它是在云端干活，不在你电脑本地的文件夹里干活。Cowork 里面的 Projects 是组织工作任务，以本地文件系统为基础，它能够读写、创建、修改你电脑里的文件。它的任务成果也能够直接落在你电脑硬盘里。Chat 里的 Projects 是可以导入到 Cowork 里面进一步深加工的，这个等会儿再讲。你装了 Cloud 桌面端之后，如果只是日常的提问，那就连续摁2次 Option， 然后直接问就行了，目的是得到问题的答案。如果是真的要干活，还得 Cowork， 目的是拿到任务的结果。好，我们新建一个任务，先认识一下初始界面。这个加号是能力扩展，这里的附件 Skills Connect Plugin 咱们后面具体案例再讲。我们对比 Cowork 对话框的加号和 Chat 模式下对话框的加号，你就发现 Cowork 这里是没有 Web Search 和 Research， 因为 Cowork 是 Agent 架构，它的预设工具箱里面默认就有 Web Search 工具。Chat 要手动联网， Cowork 是默认联网的。那 Research 只是 Cowork 能完成的众多复杂任务中的一个而已。如果你要深度研究，你说一下就行。这个就是2个加号的区别，不是说 Cowork 功能少，而是它把更多的能力内化到 Agent 的架构里面了，它自带了。下面这个 Work in a Project， 你可以选择它在哪个项目里工作，然后是否请求许可再行动 ，Ask before acting 还是 Act without asking， 先保守一点，咱们先选择请求许可。后面的模型选择 Haiku、Sonnet、Opus 随便你选。这里注意啊，从 Opus 4.7 之后就只有自适应思考深度了。如果关闭按钮，它就不思考；如果开启，基本上是在 Low 到 High 之间的自适应思考。那我的建议还是直接开启。Cloud 官方推出来的消费端的产品已经尽可能的做到开箱即用了，绝大部分场景都能够做到质量、延迟、成本这3个维度之间的平衡。如果你预算充足，那就直接上 Max 会员，不管什么任务，你每次都是 Opus 4.6 加 Extended Thinking 开启。到了 Opus 4.7 ，Cloud 官方强势引入了自适应思考，也挺好的。有些简单的问题 ，Opus 4.7 就能够快速输出，同时还降低了 token 消耗和延迟。在 Cowork 里面，你选定了一个模型状态，开启了一个对话窗口之后，这个模型就不能改了。所以这里对你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你自己要判断什么样的任务挑什么样的模型。比如说啊，不思考的 Opus 4.6 和思考的 Haiku 4.5 哪个强，还真得看情况。如果是需要广泛的知识加综合判断的，那不思考的 Opus 要强过思考的 Haiku。如果是步骤清晰可验证的推理证明，思考的 Haiku 有可能强过不思考的 Opus。如果是既要广泛的知识又要复杂推理的，那就老老实实的选思考的 Opus。所以现阶段我建议你就2档，也别管什么 Haiku 了。简单任务 Sonnet 4.6 加 Adaptive Thinking， 复杂任务 Opus 4.7 加 Adaptive Thinking， 基本上通杀。好，我们来创建一个新项目。这里的关键是选个你电脑里的文件夹路径，是一个用于持续工作的专属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的上下文会积累，相关文件和说明呢也会保存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这里有3种创建方式。你可以用已有的文件夹，你也可以选择导入一个项目。那从哪里导入呢？就是从之前我说的 Chat 里面的 Project 可以导入到 Cowork 里面来。我们就从头创建，名字就叫做数据管理。这里的 Instructions 等会再讲。Cowork 有3级 Instructions， 咱们先不填。下面的路径自动创建了一个文件夹。注意看这里有一个 Memory 的状态，目前是关闭的。开了之后呢 ，Cloud 自己会沉淀项目记忆，非常有用。等会儿我们再去设置里面开启 Memory， 这里先创建项目。创建好之后，你看右下角 Memory 是关着的，我们去设置里面点击 Capabilities， 最上面就是 Memory。第一个开关 Search and Reference Chats，
这是搜索并引用历史对话，主要影响的是 Chat 里面的对话。如果没开启，它就缺乏搜索历史对话的能力；如果开启了，你再问一遍，它就能搜索找到相关的对话。影响 Cowork 项目记忆的是第二个按钮，我们开启它。第三个选项还有一个导入 memory， 比如说 GPT 的 memory， 你可以直接导进来，这个是方便你从 GPT 转投 Cloud。开启 memory 之后，我们回到数据管理的项目界面，你看这个 memory 就启动了。你可以要求 Cloud 记住一些习惯偏好，它会自动保存的。等会儿使用过程中，我会让它记住一些信息。这个 memory 只作用在当前项目，不同项目的 memory 是相互隔离的。哦，这里提一嘴 ，Cloud 界面语言现在全是英文，没办法啊，它的系统语言设置里面就不支持中文，但基本不影响。接下来开始干活，新建一个表格，表头有序号、车牌号、手机号、汽车品牌、登记日期。Cowork 立马就调用了表格 skill 来干活。你看右边 context 的上下文窗口里面就出现了 XLSX 这个 skill， 然后开始创建表格。注意看右边数据管理这个项目文件夹里就多了一个文件车辆登记表。好，搞定了。我们用 Excel 打开看一下，没毛病。就当前这个界面有很多细节你需要知道，你可以查看 Cowork 执行这个任务的具体过程，调用了什么工具，执行了什么命令，有哪些思考过程都可以看。它这里调用的是 XLSX 表格 skill。我们办公常用的一些 skill 你是不需要安装的 ，Cowork 都是预装好的，目的就是让不懂编程的白领能够开箱即用。然后你看窗口右下角的模型 Opus 4.7 是不能改的，绘画开启之后模型就定死了。如果想要换模型，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的项目名称，进入项目的初始页面，新开一个绘画的时候，你可以换模型。你看这个项目相关的产出和对话都列在这。我们点击刚刚的绘画，回到刚才的界面。在右边项目窗口里，你可以直接定位到具体的文件，也可以直接打开项目文件夹，所有相关的项目文件都在这儿了。但是你注意看啊，窗口里面明明有一个 cloud.md 的说明文件，文件夹里却没有。我们点击一下这个 MD 文件，弹出了一个 Folder Instructions 的窗口。这个 Instructions 就是指引 Cowork 怎么在当前这个文件夹里干活的。因为你这里是空的，所以 Cowork 就没有给你创建这个 MD 文件。那我们就写一条。所有新建的表格单元格配色只能用绿色和紫色，然后再到项目文件夹里看一下，你看这就多了一个 MD 文件，打开之后里面多了一条我刚刚加的要求，然后我们继续让 Cowork 根据 Folder Instructions 更新一下刚刚新建的表格。你看它确实读到了指令，单元格配色只能用绿色和紫色，刚才用了蓝色表头，现在更新一下，你看这是修改好的表格，没问题。这个就是 Folder Instructions， 是 Cowork 3级 Instructions 的最低的一级。影响的是当前工作的文件夹。我们继续让它干活，上传2张照片，让它自动识别手机号、车牌号、汽车品牌，然后自动填进表格。它识别好了，完全正确。表格里面也自动更新了一条信息。然后我又继续加了2张照片，也没问题。这里提醒一下啊，拍车头信息和电话号码只能用来联系车主挪车，不能用来推销或者其他用途，那是违法的，千万不能干。我这里只是简单的作为案例演示，也全程打码。然后我们干到现在 memory 好像还没有发挥作用，那我们就来用一次，直接跟他说就行。请记住，往后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直接输出更新后的表格就行，不用输出其他文本内容。注意看啊 ，Cowork 自己创建了一个 memory.md 文件，这个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会沉淀记忆，它会记住你的偏好和要求。你点击这个记忆文件，你的要求它都记下了。我们打开登记表，你看第3条信息也进来了。往后再执行任务 ，Folder Instructions、Memory Skills 都会作为上下文发给 Cowork， 它就会尽可能的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我们点击左上角的项目名称，再回到项目初始界面，右边 Memory 也有内容了。当前默认的工作文件夹是数据管理，但是你还可以添加新的文件夹，比如我添加一个数据清洗文件夹，当前文件夹是空的 ，Command 加 Option 加 C， 复制这个文件夹目录，然后让 Cowork 把前面的表格复制一份。到这个数据清洗文件夹，你看真的复制成功了。前面它会有一次请求权限，这是因为当前绘画是发生在添加新文件夹之前，所以它会有这个授权的请求。我们再回到数据管理这个项目初始界面，右上角也有一个 Instructions， 这个就是项目级的 Instructions。因为一个项目可以关联多个不同的文件夹，所以 Project Instruction 比 Folder Instruction 更高一级。在这里你可以告诉 Cloud，在当前这个项目里面，你该怎么干活？那比 Project Instruction 更高一级的是 Global Instruction， 就是全局指令。在 Settings Cowork 这里你可以看到 Global Instruction， 这里的指令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系统提示词，全局作用，所有的 Cowork 绘画都会知道这里的提示词，这个权限是最高的。
这里你可以写清楚你是谁，你的工作岗位、知识背景。为了避免不同级别的指令打架，这里不用写太细的要求，更多的是背景信息。项目指令和文件夹指令一开始也不用写那么清楚，空着都行，完全可以边做边改，慢慢迭代。比如我给 Cowork 提了2点优化：第一点，表格里汽车品牌内栏精确到奔驰就行，不需要具体型号；第二点，如果遇到不确定的汽车品牌，你可以在品牌后面备注不确定。这2点优化也更新到 Folder Instructions。然后我就发了2张照片，你看它首先阅读文件夹指令，然后编辑指令。我们点击一下 cloud.md 文件，看一下，最上面是我初始的指令，下面是它刚刚加进去的，不是原文直接 copy 哦，它是理解之后再写进去的。我就举了个奔驰的例子嘛，它还自己扩充了，写丰田不写丰田凯美瑞。我们再看新的表格，第1条它已经改过来了，你看第8条记录，林肯不确定，这个确实不确定，因为我没有拍到车标，其实是奔驰。我再发2张照片，顺便提醒一下，刚刚的林肯不确定其实是奔驰，你修改一下，直接修改到位。第9条记录也加进去了，而且依旧遵循之前 memory 的约定，直接干脆的输出表格，没有其他的文字。如果你日常表格任务比较多，你也可以直接给 Excel 内部安装一个 Cloud 插件，直接去 cloud.ai 网页端，点击左下角的下载按钮，可以顺便把它们仨都装上。好，通过这个例子，你已经基本了解了 Cowork 的工作界面和方式，能直接在本地干活，一个项目可以关联多个文件夹，能开多个绘画，有3级的 Instructions， 能调用 Skills 干活，能自主沉淀和更新 Memory， 也能自动更新 Folder Instructions。好，我们继续新的案例。先来个真实的需求，我朋友要翻译一份硕士论文的扫描件，60多页的内容，工作量倒是不大。如果挨个截屏4到8张一组，直接丢给 GPT 或者 Cloud， 翻译之后再手动复制到 Word 里面也行，就是得自己调整一下格式。如果单纯的考虑时间，手动复制翻译可能还快一些。那如果交给 Cowork 来干也行 ，PDF 丢给他，他会自己调用工具一页一页的翻译。活干完之后，我一检查，有点问题，他把碉楼都翻译成了卡尔，我就指出来，要求他重新调整一遍，然后他顺手把其他相关的术语都重新修订了一遍。最终交的活就很漂亮，虽然说总耗时变多了，但是我的介入量其实很少，就是中间检查了一下，最终成稿也是自带格式的，就节省了我的很多后期工作。这里我也问了 Cowork， 我说类似的长程批量任务，我需要跟你明确说明每一步怎么做吗？还是说只管提任务，具体的路径规划用什么工具你自己看着办？他说对于 Opus 4.7 驱动的 Cowork， 实话讲，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只管描述目标就好。路径和工具他自己规划比较合适，但是有2类决策，如果能提前说一句，就能减少返工。比如这个翻译的任务，不走 OCR， 走纯视觉的路子，因为论文里面有藏文、日文、汉文、英文混排 ，OCR 会踩坑的。直接说走纯视觉就能省一次试探。还有这个风格或者术语的选择，如果提前对齐，就能够避免后续返工，也能避免浪费那么多 token。这就再次说明 Cowork 干活和 Chat 对话不一样 ，Cowork 是以目标为导向的。路径工具他自己心里有数，错了也会再试。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提前对齐的经验或者要求，提前说清楚最好。Cowork 虽然说没有感情，但是请你做一个友好的领导，提前对齐要求，肯定能省时省力。Cowork 很好，主动背锅，立刻反思，积极改正。如果你是要长期做类似的任务，那你可以把这一段总结反思写到文件夹指令，或者让他记住写进 memory。刚刚这个任务里面 Cowork 主要调用的 skills 是 PDF 和 DOCX， 那接下来该搞 PPT 了。Cowork 做 PPT 着实很强。PPT 要求给到之后，他先跟我对齐了需求，这是他调用 PPTX 这个 skill 生成的第1版，质量已经很高了，是一份信息密度非常高的研究报告，每一页都是可编辑的。你看这些数据图表也能再编辑调整，每一页的数据来源也都有标注，比如说第13页法律 agent 案例的数据。Ligura D 轮融了 5.5 亿美金，估值45就是56亿美金 ，ARR 1亿美金，完全正确，排版、审美、可信度都非常靠谱。如果你硬要挑一个缺点，那就是 PPT 里面只有文字、色块和 icon 图标，没有图片。我希望 Cowork 能自动的给一些 PPT 的页面配上恰当的图片，但是 Cowork 它自己是不会生图的，当然它也会帮你找其他可以实现的路子，比如说通过 MCP 链接外部的应用。好，那我就立马想到，我干脆搞一个火山引擎的 C 卷5的生图模型的 API， 然后让 Cowork 通过 MCP 协议调用 C 卷5的生图能力，以后任务里面只要涉及到生图的需求，都默认调用 C 卷5。这个活儿以前只有程序员才知道怎么干，那现在对于 Cowork 来说小菜一碟，
你也能轻松搞定。那我这里顺便就把 MCP、API 还有 Cowork 加号里面的 skills、connectors、plugins 一起讲清楚。MCP 模型上下文协议是 Anthropic 最先提出来的概念，后来开源了。Skills 作为工程化的可分发的能力包方案，也是 Anthropic 的原创设计。这里核心记住2句话 ：MCP 是让 AI 连接外部抓手去干更多的活 ，Skills 是教 AI 怎么把一类活干好的说明书。MCP 的关键词是连接，管的是 AI 能不能碰到 ；Skills 的关键词是说明，管的是 AI 能不能做好。Cowork 这里故意不提过于专业的 MCP 的概念，而是换了一个用户更容易理解的词 Connector 连接器。点击左上角的 Customize， 点击 Connect Your Apps， 你可以通过这里预设的连接器连接你正在用的外部 App， 比如 Google Drive、Gmail、Notion、Canva。我这里开启了 Google Drive， 我前面数据管理项目生成的车辆登记表是自动同步到我的谷歌网盘的。我点击一下 Google Drive 的按钮，就一键跳转，你看这个链接就很方便。但不是所有的活都得连接外部的能力，比如说前面做 PPT 的活，做 Excel 的活，它调用的就是它内置的能力和配套的 skill。因为 Cowork 这套架构本身，它已经内置了很多基础的工具箱，比如说读写文件的工具、联网搜索的工具、跑代码的沙箱环境等等。Cowork 做 Excel、Word、PPT 的真实动作是，它在沙箱里面跑 Python 脚本，分别调用 OpenPyXL、Python PPTX 和 Python DOCX 这几个库去写对应的文档。Cowork 本身就是会做这些文档的活儿，这是它内置的能力。配套的 skills 的作用是教 Cowork 怎么把这类活干好的说明书。这些 skills 不是给 Cowork 能力，是给它窍门。这就是为什么 Cowork 处理日常文档不需要通过 MCP 连接外部工具，它自己内置的能力和 skills 已经能做得非常好。那我希望它能力更强一点，能自己给 PPT 配上图片，这个就需要 MCP 连接外部的工具，比如说调用 CGM 的 API 来生图。还有一句话叫 No AI without API，API 就是外部系统开放的服务专线，谁想用它的能力就得按它的标准来。但是不同的外部工具有不同的 API 标准。MCP 的作用就是一个万能的转接头，用一套通用的协议接通各种 API， 让 Cowork 这类 AI 能看懂、能调用，从而能干更多的活。MCP 也有不走 API 路子的，但是 Cowork 的 Connector 基本上都是通过 MCP 包装各家 SaaS 服务的 API。这里没有我想要的 CGM 的连接器，没有就从明手搓一个。一个最小可用的版本就是纹身图工具，然后包装一个 API 调用就行了。反正跟着 Cowork 一步步操作，10几分钟就能搞定。现在点击对话框的加号 Connectors， 这里就能看到 Cowork 手搓的 CGM。往后遇到生图的任务，它就会自动调用 CGM 的 API。我就让它把前面的 PPT 其中有几页用上 CGM 生成的图片作为背景。Cowork 聪明得很，我完全不管提示词，具体图片的内容和配色让它参考对应 PPT 的文案和风格自己调整。你看这个结果非常完美。现在像这种全自动生成图文并茂、数据详实的 PPT 的任务，一句话就能搞定。比如说让它做5页 PPT， 总结一下张雪机车4次夺冠的经历啊，我写这个脚本的时候第5关还没拿到。Cowork 自己会联网搜索相关信息，做 PPT 会调用 PPTX 这个 skill，PPT 配图会调用 CGM 这个 MCP 生成，这些都在 Context 的窗口里面有直观的体现。这个是 Claude 故意的透明化的设计，就是为了让你能够看清楚当下 Cowork 是怎么干活的，方便你管理和溯源。我在用 Cowork 调用 CGM 生图的时候，我发现 Cowork 会主动帮我把提示词润色一下，再发给 CGM。然后我就新建了一个项目，要求它一次性输出3个版本，不润色、中文润色版、英文润色版。生成的图片命名也要带前缀区分。我一开始在 Folder Instruction 里面其实只写了简短的3句话，后面其他的细节都是他后续自己加的。你就会发现 Cowork 就是一个说了立马就改，而且越用越顺的好下属。好，我们用 Cowork 手搓了一个 MCP， 当然也可以让它手搓一个 skill。你平时有哪些重复的批量的活，都可以问问他，能不能搞个 skill 出来。那具体的 skill 架构长什么样啊？怎么写一个 skill？ 你不需要懂 ，Cowork 会包办的，你提需求目标就行。对于 skill 的掌握，官方的几个扩展 skills 你可以安装开启体验一下。如果你想要快速了解这几个 skill 是干啥的，你可以直接截个屏问 Cowork。这里建议安装的是 MCP Builder 和 Skill Creator， 因为这2个 skill 可以帮你更好的创建 skill 和 MCP。到这儿你就发现这2个 skill 并没有和前面 PPTX 那几个一样，它是内置的。说明 Cowork 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就做了产品分级，这俩 skill 都不算是大众的常用需求，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去折腾新的 skill 和 MCP， 大部分人用默认的配置就足够了。这些都是为了满足你的定制化需求的，所以 skill 和 connector 都归到了 customize，
我有个定制需求，就是核对统计发票，检查抬头税号是否正确，统计发票号码、开票日期，最后还要汇总金额。我直接给他发票文件夹目录，他给我输出汇总 Excel。Coworker 就调用了 Skill Creator， 一个回合就搞定了我想要的发票助手 Skill。这个时候点击对话框的加号，你就能看到 Invoice Checker 这个 Skill 已经成功加载，然后丢个文件夹测一下，非常靠谱。交付结果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汇总金额跟我摁计算器算的一模一样。如果你要手搓 Skill， 那就先安装官方的 Skill Creator， 然后直接让 Coworker 帮你搞定就行，就这么简单。Customize 这里面还有一个 Plugins 插件，它其实是打包好的整套工作流。点击这个 Productivity 的插件，你就会发现它里面把好几个 Skills 和 Connectors 都打包在一起了。这就相当于直接扩展了一个具体的岗位，市场营销、数据分析、设计、财务、运营、销售、法务都成套打包了。我就不展开讲了，你自己可以安装一下，体验一下。这里已经有 Plugins 的行业或者岗位，你要有一定的危机感了。好了，小结一下。基础的任务需求 ，Coworker 框架自带的能力就能胜任。如果你想让 Coworker 连接外部抓手去干更多的活，可以用扩展 Connectors 或者手搓一个 MCP。如果想让 Coworker 把一类活干得更好，可以用扩展 Skills 或者手搓一个 Skill 也行。再复杂一点的整套工作流打包，那就上 Plugins， 全程都是以任务为导向，全都交给 Coworker 去干。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工作流改善都得用上这些。我一直想要的一个笔记工作流效果是在浏览器里面，任何时候我选中文本，摁一下快捷键就能直接发送到 Flowmo。Flowmo 这个笔记软件我用了5年了，存了1万多条笔记，我就很喜欢这种简约的设计。然后我就把这个需求跟 Coworker 说了，咔咔一顿操作之后搞定。最后采取的方案是 Hamspoon 加上 Mac 电脑快捷指令，再加上 Flowmo 的 API， 最终效果是快捷键全局有效，任何时候任何场景，不仅仅是 Chrome 浏览器里面，我只要选中一段文本 ，Command 加 Shift 加 F 就能打上标签，直接发送到 Flowmo。哪怕是像得到听书或者电子书这种不能点击右键的页面浏览，也可以，非常完美。这个活可能 Cloud 网页端也能指导你干。但是 Coworker 的好处是，要在本地跑什么脚本，它从脚本创建到跑通测试，一步到位帮你干了，很爽。接下来关于 Coworker 就还剩下3个特色功能 ：Scheduled 定时任务、Live Artifacts 实时面板，还有 Dispatch 远程任务。定时任务最常见的就是每日简报。开局我们可以跟着 Coworker 的指引，快速了解一下定时任务是怎么运行的。比如创建一个每日新闻简报，默认是英文对话，他会问我几个细节，比如说什么时候运行。我用中文回复，每天晚上8点半，他很快就反应过来问我们用什么语言写，那我就选中文。不到1分钟，科技 AI 简报的自动化任务就创建好了。定时任务需要 Cloud 桌面端开着才能跑，现在你可以点击 Run Now 手动跑一次看看效果。我们去定时任务的主页，你看任务已经在这里了。这上面有一个 Keep Awake 的按钮，开启之后你的电脑永远不会主动睡眠熄屏。我们点击任务，这里是可以再编辑的。工作区域选择已经创建好的简报文件夹，默认模型 Sonnet 4.6 就够了。保存之后，点击 Run Now， 你看它开始搜索中英文信息源，分分钟就写好了。你还可以叠加一个生图的任务，定时输出简报的同时，再调用 C 君5为第一条简报做一个信息海报。你看没问题。看到这里应该能想到，那就干脆一步到位，直接帮我自动生成带有配图的公众号文章呗，也可以的。这篇公众号的文章、标题、文案、配图全都是 Coworker 一步到位搞定的。我只要给他公众号后台的 App ID 和 App Secret， 剩下的他帮我搞定，我挂 VPS 也不影响。它能直接生成排版后的完整图文，存到我的公众号草稿箱里。排版出现过小问题，没事截个屏，它会自己调整好的。我的作用就是过程审核和最后点个发布。这个任务后续还有优化的空间，文章的信息源和主题你可以跟他再约定，比如仅限预参加的消息。配图你也可以调用更厉害的 Image2 生成带文字的配图，然后一天想发几篇都可以，甚至更彻底一点，不存到草稿箱，直接 Auto Publish 帮我发布了，这里受得了吗？但是话说回来，有了 Coworker 帮你做简报，公众号存在的意义又少了几分。我顺手又让 Coworker 把这整套工作流固化成了一个 skill WeChat Daily Briefing， 随时都能调用。其实做简报只是 Coworker 自动化任务的最低级用法，你知道了它的原理，你知道它本身的能力，再加上 MCP 和 Skill 扩展的能力，你就知道怎么结合你自己的需求。你提目标 ，Coworker 会帮你实现的。然后是 Live Artifacts， 就叫它实时面板或者活页吧。它是一个永久保存在 Coworker 里面的 HTML 的网页，你可以用 Connector 或者 MCP 连接外部系统，打造一个实时的看板。它会实时自动更新，
因为要保证它的低延迟的实时响应，所以默认驱动它的模型是 Haiku， 不是聪明的 Opus。不聪明，但是反应快。我当前没有什么外部系统需要接的，我就让它帮我做一个选题看板。选题分为必做、想做、考虑中、已发布。点击不同的标签，自动匹配颜色，可以添加一个计划上线的日期，也可以点击 Haiku 让它给我灵感，它很快就会给出一个开头钩子加内容框架。我能按分类排序，也能按上线时间排序，我也能手动添加新的选题卡片。当前这个看板的功能也不是一步到位的，点击左上角的 Edit， 你就会发现我跟 Cowork 其实教会了很多人，有些选题是他帮我生成的，过程中那里改几个设计，这里加几个功能，慢慢的就迭代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其实当下我发现它还是不完美，我就让它继续优化两个地方，其中一个就是我浏览的时候，我摁 Command 加号，卡片是不能自适应放大的，它立马改，几分钟之后，同时做了2个缩放方案，快捷键和按钮都行。你看现在就能够自如的缩放了。我觉得谷歌 I/O 大会之后肯定会有值得做的选题，就让它帮我挖掘5个 ，Cowork 会自动把这5个选题添加到我的实时面盘里，这就是 Live Artifacts 好用的地方，我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个 Dispatch 远程分发任务，这个强烈推荐。点击 Dispatch， 你就可以开始跟手机上的 Cloud 配对，这里都勾选上。进来之后，左上角的按钮也都开启 ，Computer Use 也打开，在设置里 Computer Use 开启，这样 Cowork 就能通过视觉操作你的电脑。我们 call back 一下，视频开头那个自动识别车牌和电话号码的任务，其实更适合在线下场景通过 Dispatch 分发。我直接在手机 App 上面点击 Dispatch， 然后让它开启一个任务，然后我就只要一边拍照一边发给他照片就行了。Dispatch 在手机上只有一个聊天窗口，但是只要跟他说开启新任务，他就会在电脑端新开一个窗口。我就让他新开一个任务，命名为写公号文章，专门调用 WeChat Daily Briefing 这个 skill 帮我写文章。我只要给选题方向和观点就行。开干之前，他先核实信息让我审核，计划写2000个字，我看一下没问题，就让他直接写，但是文末必须备注参考信息源，不能编造信息。最后写了2878个字，自己精简到2550个字，然后开始让我选标题、封面字还有配图的风格。我直接给了标题和封面字。关于配图，我不希望它随便生成一些不相关的，我就上传了4张高清图，让它调用 Cdream 图生图，他懂得很啊，知道这是真实的照片。那生图的时候就不能换脸，不能改号码，也要保持 logo 和色调，这是真的靠谱。后面生图因为遇到敏感词就卡住了，他会主动跟我商量方案，方案 A、方案 B， 这个就跟优秀的下属一样的。配图生成之后又让我审一遍，我觉得没问题，2张配图有点少，就让他再加了3张。后面我又觉得封面的字太小了，冲击力有点弱，我就让他再调了一版。全程都是远程指挥，这是他最后的交付成果，直接到我的草稿箱里了，完成度非常的高。那接下来你就只需要在手机端的小助手 APP 审核一下，然后点击就能发布了，这多顺畅。我又想写一篇中美 AI 眼镜对比分析的文章，交给 Cowork 去干，全程无卡顿，我只管审核。10几分钟之后，这篇2600字的图文就躺在了我的公众号草稿箱里。Dispatch 是真的好用，当然前提是你在电脑端把一些工具和工作流都打磨好了， Cowork 就能非常快速的、高质量的给你出活，你只管远程指挥，剩下的就是审核和决策了，真的很爽。关于 Cowork 还有2点没讲到的是 Computer Use 和 Cloud in Chrome。Computer Use 是通过视觉截图，然后一步步操作你的电脑，本身很背 token 也很慢，看场景需求吧，大部分人用的不多。Cloud in Chrome 这个插件倒是可以装一下，它不是走截屏的视觉路子。Cloud in Chrome 主要是通过浏览器的无障碍数来理解网页的内容，无障碍数拿不到的部分，再用截图的视觉路子兜底。当时我让 Cowork 收集 X 和 YouTube 上的信息，但是 X 和 YouTube 对爬虫限制的很严，爬不了多少。安装 Cloud in Chrome 插件之后，你就可以让它去 X 上面看看马斯克最近3天发了什么动态。它很快就从奥特曼的主页切换到马斯克的主页。浏览器的边框有一圈棕黄色的光晕，左上角也有一个 Cloud Browser 的提示，这就是 Cowork 通过 Cloud in Chrome 插件浏览网页的状态。回到 Cowork， 你也能看到返回的结果。右侧 Context 窗口里面也有调用 Chrome 浏览器的 Connector。这个 Cloud in Chrome 的运行和 Settings General 里面的 Browser Use 这个按钮是否开启没什么关系，这个开关管的是信任级别，如果开启之后，它就全程无侵蚀，自由浏览操作任何网站。你这个还是保持关闭吧。下面还有一个设备 ID， 如果你一个账号登录2台电脑，那这个 ID 就是用来区分作用的。好了，到这儿关于 Cowork 的教程就齐活了，嗓子都冒烟了。从 Cowork 的界面认识到项目管理、任务管理、模型选择、多级 instruction 撰写、memory 管理、skill 配置、connect 配置、
自动化任务、实时面板、远程任务等等都讲完了。Cowork 真的很强。2026年职场百里面学 AI，如果只修一门，就修 Cowork。修完之后你再看其他 agent 都是地点，它确实需要一点成本，但是值啊！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你的时间，下个视频再见。